开始推理吧体验版游戏规则：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进行探案。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其他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加入新玩法。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一人，将其黑化为 X。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游戏胜利条件：探案结束后，玩家进行真凶投票。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与 X 获胜；反之，其他投对的玩家获胜。欢迎大家来到开始推理吧体验版，我是推吧。在开始推理吧第2季正式录制之前，我们邀请了罗拉、王能能。就是巴啦啦能量。我跟他分手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求求你们不要杀我吗？侯卓成、杨汝晴，你俩是侦探，别跑，我来了！别跑！黄凯、胡明浩6位嘉宾来到推证做客，进行试玩体验。一个3心2意的渣男。接下来就由我推吧和大家一起观看、解说推证新居民的精彩表现吧。让我们一起走进2004年的6月3日，是有着造星梦工厂之称的推证艺术学院的大日子。他们正在举办为期3天的校庆活动，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优秀毕业生都到场出席。那么今天究竟有哪些 Superstar 来到现场呢？就有请现场的各位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可以吗？好的。来，首先有请阿凯。大家好，我是阿凯，电影界最靓的仔，我是票房的未来。等一下签名照给你们安排。大家好，哥哥姐姐们好。我是罗罗，目前就读于推证艺术学院的1年级，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大家平常都叫我森林里的金丝雀。我是推证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大2的学生汝晴，然后目前在音乐剧的圈子里小有成就。我是大家的推证大2的一个艺术表演生能能。虽然我看起来不像大2的，是因为我从小游历了国外很多的地方文化在我的身上以及脸上留下了一些沉淀。我还是大2的一个学生，各位多关照哈，多关照。大家好，我是刚刚在推理乐坛呢取得了一些小成就的卓成，我是乐团的音乐制作人，还有兼乐手。大家好，我叫明浩，也可以叫我浩。How old are you 的浩，子乐团 rapper 的浩。想听 rapper 对不对？好听但不贵。出门左转，扫码缴费。耶、大家好，我是子乐团的团长，然后也是我们的主唱，也是我们这个灵魂 C 位。Hello， 大家好，我是谁见了都要说一声 respect 的 respect。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推油品，大家也可以叫我TYP。每年校庆前1天，推艺都会组织全校投票，选出代表最高荣誉的推艺之星。公布推艺之星是谁，也是我们校庆活动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台下就坐着2位拿到过推艺之星称号的同学。TYP 是1988年的推艺之星，卓成是2002年的推艺之星，汝晴也不负众望，成为了今年的推艺之星。汝晴，现在有什么感言想对在场的同学们说的吗？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能够获得本次推艺之星的荣誉奖项呢，首先我要感谢各位的认可。那希望明年和后年还是能拿到推艺之星，谢谢。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去年的第1名胡杰，竟然是今年的最后1名。胡杰，他去年不是第1名吗？
今年怎么最后一名了？啊，不知道。而就在主持人滔滔不绝时，一个同学跌跌撞撞冲进了活动现场。哎呦！哎呦！哎呦！我在洗衣房看到有怪物。怪物！小肖，来，你快点把这个学弟扶到医务室休息一下，快！哦。这推艺怪谈呢，从1988年我读书起那会儿，学校里就开始流传了。但是，你们说哪一个学校没有点离奇的传说呢？对吧？对。那个罗罗，来，你来给大家念一下。好。推艺7大怪谈。不要随便开柜子，小心柜子里有浑身是血的人。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不要在洗衣房逗留，小心看到面目可憎的怪物。不要盯着同学合照看，小心看到多出来的同学。不要忘记关宿舍门，小心床下有人跟你背靠背哦。不要白天进入夜间自习室，小心再也出不来。不要乘坐图书馆的电梯，小心去到不存在的楼层。没事的，同学们别害怕，我们不要让这些怪谈影响到今天我们校庆的好氛围。这样，我们今天的校庆活动就先告一段落，好不好？好。哦，不过明天是我们的音乐剧《推鹅湖》的演出，要参加演出排练的同学们，今天下午要抓紧时间好好排练，可以吗？好。然后现在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好不好？好。时间来到下午4点，要出演音乐剧《推鹅湖》的众位演员准时来到了小礼堂集合。排练啦！来了，来了，准时。刚好没迟到呢。还有 respect。Hello。导演，我们到齐了的话，我们先确认一下大家演出的角色。我是咱们这部音乐剧的导演。我是剧里英俊帅气的王子，然后小雨。我是女主角白天鹅。我是男主角，来自神秘东方的大白鹅魔王。我是美丽的公主，我是金卡。我是王子，骁勇善战的毛毛雨王子。我是人称战神的王子大雨。我是小雨。大雨、小雨、毛毛雨，我这个辈分有点低。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彩排吧。好。耶！救我！救我！我就在柜子里。不是说不要轻易开柜子吗？谁在柜子里？那个柜子有人。好像听到了敲击声。有人吗？怎么开啊？这什么？那个，子道乐。不要随便开柜子，小心柜子里有带血的人。这条推艺怪谈是真的，我这个彩排不了了，我要回宿舍。respect。开始推理吧体验版第1案，推阵2004推艺怪谈之血柜疑云正式开始。现在是2004年6月3日下午4点10分。本案死者子道乐是子乐团的团长，经过初步排查，子道乐的死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而杀死他的凶手就锁定在阿凯、罗罗、卓成、明浩4人之中。在本案中，汝晴和能能暂时没有嫌疑。
因此你们是本案的推探。2位推探在案发现场搜证结束后，将4位嫌疑人带来了洞脑堂进行问询。哇！没想到死者竟然不止1位。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不仅死了1个人啊，除了子道乐以外 ，TYP 也死了。就是我们在小礼堂搜证的时候，突然灯就黑了，这个时候对面的琴房就传来了非常诡异的琴声。别吓人！这是钢琴房琴房响了，你去，加油！我们在门口发现里面是没有人的，钢琴在自动的弹奏，然后能能就在屏风后面发现了 TYP 的尸体。TYP。你们是几点发现 TYP 死的？在我们搜证的时候，就大概是4点到4点半之间。我建议呢，大家先说一下自己跟死者的关系，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子道乐是 TYP 的侄女，所以我跟子道乐姐姐关系还是很好的。TYP 的话，她算是我的老板，所以我跟她关系其实还行。子道乐是我女朋友，紫乐团的 CP 嘛。子道乐是我同班同学，然后跟他也不是特别熟。然后 TYP 就是我的一个学长，然后他把我签下了。制作人不是你吗？是，制作人是我。但你跟自己公司的这么头牌的一个艺人都不是很熟吗？你刚刚说。我本来是跟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在那个班级里有几个熟的，有几个不熟的，但是进了一个组合之后，我们是一个组合的。子道乐她也是我的学姐，但其实我们没什么交集。然后 TYP 的话是我的伯乐。看来第一轮大家都没分享什么信息啊。看来人物关系并没有为大家带来帮助。不过2位推探倒是在案发现场有所收获。推探们发现装着子道乐尸体的道具柜密封性极强，在打开柜门前完全不会渗血，因此推测子道乐可能是被杀害在其他地方，然后再被装进柜中转移致死。子道乐的致命伤是左侧颈的圆形伤口，但现场没有发现相关凶器。而在琴房里发现的 TYP 尸体平躺在屏风后的地上，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根据其嘴唇呈现的深紫色唇色，推探初步怀疑 TYP 是毒发身亡。同时，推探还在现场发现了一张与4位嫌疑人相关的通知单，内容是3天前导演瑞斯拜给大家安排了不同的搬运任务，4个人要在不同时间将道具仓库中的一个指定道具搬到小礼堂。推探针对此通知对4位嫌疑人展开了问询，4人都回答自己按时把指定道具搬到小礼堂，交给负责布置礼堂的小人同学后就离开了现场。同时4人都强调自己全程没见到过 TYP 和子道乐。虽然艺术楼走廊的监控视频的确能佐证4人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推探们还是通过观察监控发现了一些端倪。因为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本电脑，上面有着监控，都可以看到每个人，所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监控内容。对，因为我们会看到有的人他好像就落荒而逃了，就很奇怪。你们可以再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监控。先看一下，1点10分的时候，子道乐径直走向了左边。1点20分 ，TYP 出现了，他也走向了左边。2点的时候，阿凯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仓库推出了一个柜子，他用时10分钟出来了。过了半小时，罗罗来了，推出了一个1.8米的，看起来比较轻松哈。一样的10分钟过，他跑了，我不知道他是惊恐的还是害怕的，他走路跟黄凯完全不一样。我只是着急出去剪刘海，因为要表演了。
3点的时候卓成进来了，你先往这边张望了一下，然后让你推个话，你推的比较慢哈，你看罗拉的推的比你轻松，你还在这里停顿了一下。你这个话有没有可能画上挂了一个人呢？这是我们的视角盲区。3点半，明浩进来了，明浩5分钟就走了。左边是有3个房间，右边2个房间。所以 TYP 有没有可能去的是录音棚啊？对，你其实不知道那2个人到底有没有见面，甚至在监控画面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作案手法把他的尸体是怎么运过去的。那我们只有2个猜测：一，他在柜子里；二，他在画背后。TYP 是被毒死的，所以说他是没有血迹的，没有血了。所以说，他可能也可以从画那边走过去。然后还有一点，他们也可能是在那边被杀的。哪边？小礼堂。小礼堂或者是琴房。哎，你们确定就是监控里的那条路就是唯一有可能把他的尸体运过去的路吗？有没有可能其他的？这个监控是有个死角的。3号门拍不到，只能拍到2号门跟1号门。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尸体是从3号门出去，又从某个地方进了琴房或者小礼堂呢？你想想看，如果3号门出去，他就进不来了，因为1号跟2号都有监控看得到的。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子道乐更有可能是死在道具仓库附近，然后被藏在柜子里运尸到小礼堂，而 TYP 的死亡地点仍然无法确认。并且大家还提出，虽然子道乐的尸体是在柜子中发现的，但并不代表推柜子的人就一定是凶手。在柜子里的话，有可能是前面的人做完案之后再放到后面。对，其实可能搬柜子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柜子里面其实已经有一具死尸了。但4位嫌疑人跟2位死者到底有什么纠葛？通过问询，4个人的杀人动机也纷纷浮出水面。死者子道乐是明浩的现任女友，但2个人却是一对合约情侣。子道乐和明浩要将现实生活中的情侣形象延续到公众面前，共同经营金童玉女的形象，永不分手。合约中规定了明浩永远不能跟子道乐分手，否则要赔偿巨款。最近，子道乐发现明浩对前任余情未了，而明浩的前任竟然是能的现女友罗罗。啊！我已经不能再客观的做出评价了。能看，这下面还有明浩写着：“你果然还爱着我，就像我一样。”你要相信我。所以你们2个之前在一起过？对。那你是什么时候跟他分手，然后跟子道乐在一起的呢？2003年的9月3日。所以03年9月你跟罗罗分手了。9月3号。然后03年11月你就又跟子道乐谈上了。对，是这样的。罗罗说他看到我像他哥哥，所以才跟我分手。没想到他分手之后，马上又找了一个新的，就是巴啦啦能量。给。所以就是当我就是非常生气的时候，这个子道乐就说他就来找到我说他注意我很久了，然后说对我有一些好感。然后我当时就想，你跟我分手之后，你马上找新的，歌也是有人要的，所以我就跟子道乐这么快在一起了。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子道乐已经发现了你喜欢我现女友的事情吗？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我怎么感觉这话是你跟我说的呢？不是，我在。我创作完那首《咱仨的爱》以后，我就梳理清楚了自己的真心，我还是想选旧爱。本来我想主动提分手，但是现在就是被他抓到了嘛，然后他就很生气，他怒斥我是一个3心2意的渣男，然后又听到我要跟他分手，就更生气了嘛。然后我跟他道歉，但是他不听，他说他只想毁掉我，所以他要把我踢出子乐团，并且让他舅舅来封杀我。2004年的5月30号，他接了一个电话，是
他舅舅 TYP 打来的，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那边说，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要让一夜成名的他身败名裂。所以你是有杀人的嫌疑的，甚至你有可能杀了这2个人呀，因为你也恨他的舅舅。对啊。宁浩因为听到了子道乐说我要让一夜成名的他身败名裂，就在校庆那天，而产生了杀子道乐和 TYP 的动机。然而事实上，这句话其实是子道乐对卓成说的。5月几号？5月28号。5月28日。跟他跟我打电话那天是一天是吧？对，而且说的话都一样啊。其实他是说给我听的，说给你听的是吧？所以可能你误会了。对，所以他可能并不是他误会了，他是打电话说给我听的。误会了。所以不是给他舅舅说？不是。因为卓成一直以来都想单飞去做民乐摇滚，是卓成的话。告别好自为之，我要飞得更高。然后他还把好自为之的糖浆给摔碎了，就是说明他们的2个人的糖是假糖。就是我希望子乐团，我们除了情歌以外，我们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歌曲，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民乐摇滚元素，因为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乐曲嘛。民乐摇滚，我和你。对，而且我发现他们2个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做音乐上，发现你俩的心思或者说这个团队的心思只是来炒 CP， 所以说我就很不屑。但只要子道乐不同意，卓成就永远要被合同绑在子乐团，而子道乐绝对不会放卓成走，因为卓成的创作才华是乐团的流量密码，因此子道乐和卓成一直有着严重的矛盾。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想解约的话，我是要付天价的违约金的，并且如果我要想单飞 ，TYP 是他的舅舅，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人情的方面也能够战胜他，他只能告诉我，我只能听他的安排。所以你就一直要为子乐团付出写歌。是的，是子道乐威胁你。是的。这些都是被子道乐给破坏的。对，这些都是子道乐给撕碎的。这是他自己喜欢的歌。这暴脾气。2004年5月4日，子道乐把一张卓成杀人的照片发给了他。卓成才发现自己昨天在参加假面舞会时，因为含酒半步癫的病症，酒后失手杀了人，且什么都不记得，就是知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所以甚至不一定是你杀人了，是的，而是他们做了一个这么现场，是的，做了个局。对，然后还跟我说，如果你不听我的指挥，或者说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曝光出去，然后我就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嘛。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杀人的事一旦曝光出去，我这辈子就完了。这1个月就是我觉得这1个月过得特别漫长，每天都像踩地雷一样，就是步步惊心。不管什么时候，子道乐都会威胁我，就是随时用什么事来招呼我。从此，因为有了把柄在子道乐手里，卓成处处被威胁欺压。忍无可忍的卓成在一次活动时，背后痛骂子道乐，没想到被子道乐听见了。子道乐告诉卓成，要在校庆日让他身败名裂。那死的是谁呢？真的有人死了吗？是的，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就是凶手，所以说我必须要听他的摆布，听他的命令。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你完全丧失了行动力，就是我完全丧失了任何的意识，我会做一些不可描述的危险行为。所以你也可能杀了人，有可能杀了人，有可能没杀人。所以说，因为图片摆在我面前，所以说我相信当时我就是凶手。他应该知道我想单飞，所以说他才用这张照片来威胁我，让我不能单飞，一直帮他做事，帮他写歌。所以说有种可能，他是说拿合同来受限你，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编造一个杀人的陷阱来陷害你，双重的，是的方式来让你听他的话做成傀儡。所以舞会那天死掉的礼服假面男到底是谁？卓成是否是被陷害的呢？很快阿凯就给出了答案。大家在阿凯的相册里发现了一张他和礼服假面男的合影，在大家的询问下，阿凯说出了礼服假面男的真实身份。相片就是我跟我的一个朋友金丝猴，然后我们的一些美好回忆。
他是阿凯在推漂时期认识的最好的兄弟金丝猴，也就是罗罗的亲哥哥。这个拍这个照片的场景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图片。所以鸡尾酒会你也去了是吧？应该是同一天吧？就是我杀的就是金丝猴。对，所以说你杀金丝猴那天，阿凯也在。没有啊，我跟金丝猴我们感情一直特别好，然后那一天我就约他去吃饭，大概4月份嘛。今年4月份，阿凯在跟金丝猴聚餐时，送给了金丝猴一套礼服假面，并且2个人约定在5月25日再次聚餐。但金丝猴当天没有赴约，并且失联。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重信守诺的人，所以他如果有事情来不了，他一定会提前告诉我。那天我一直迟迟等不到他。于是阿凯委托了推会查侦探社帮忙调查。我就发现他就在那一天穿着礼服戴着假面出门了，然后我一心想，他5月3号戴着这个面具出门要去参加一个假面舞会，他参加那个舞会参加的是我们公司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赶通告，所以第2天才回来。第2天我就去问了 TYP 有没有见过戴假面的这个人，我拿了我们的合照给他看。TYP 说他没有见过，但他说的就是很支支吾吾，我就感觉他有什么在隐瞒我，你知道吗？因为就做贼心虚的感觉，你能感觉出来。我演了特别多部这种贼的作品。也说自己吗？就很有经验，所以我演我自己，就是有偷感。这个人一出来就像，所以他有没有在撒谎，我能感觉出来。然后那一天，因为我从他嘴里面得不出任何答案，我就去请了一个侦探社帮我调查。然后5月30号，这个侦探社就给了我发了这些照片，然后他们说金丝猴有去找过 TYP， 他们还产生了争执，然后 TYP 把他杀了。那他把我最好的朋友杀了，我肯定要让他血债血偿啊！对。所以你是有动机杀 TYP 的？是的，对。我洗白了。什么？你怎么就洗白？你怎么就洗白？你对知道了的这个杀机还没有洗白啊？是的，但是我能确定这个我不是杀人凶手。阿凯的相册揭开了礼服假面男的身份。而罗罗也有一本珍藏已久的相册，这本相册里藏了多少秘密呢？第1张大头贴呢是我与好 gay 们的合照。对我的好 gay 们。然后大头贴里面有罗罗跟这个是我。这不是你吧？是不是我？对，这不是你。没事，慢慢翻，还有呢。不止一个 gay。哦，这是名号。对。哦，这个也是我。哇。哦，这个是我。这是他跟 gay 们的相册。这是你。这能。因为这是真的。哎，第一个是谁呢？哎，那第一个真的是他哥哥金丝猴。对，金丝猴。哦，这金丝猴。哦，对，对，他是我好朋友。不太记得了吧？你好朋友都不记得了？你好朋友你不记得？他可能美颜了一下。那为什么你要把他们3个的合照放在这一本里面呢？因为，就是我有很多个好哥哥。但是我心里头最爱的还是我自己的那个哥哥。我平常都不用做什么事情，在家里他都会照顾我。我们是单亲家庭，他很早就已经接过了家里的重任，所以你才会看到他去跑龙套，因为他想要让我在推正艺术学院学得更好。为成就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他就默默在背后支持我。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像明浩哥哥是我之前的，对了，前男友，所以我还是有保留我们之前拍的大头贴。那当然，我现在最爱的还是我身边这个能哥哥了。那这个就是我跟哥哥们的相册。为什么买这么厚一本只放3张？慢慢来，慢慢来啦。还有更多的哥哥呢，还有800个好哥哥，后面还有很多，没事。赶紧没收这个相册。
亲哥哥金丝猴对罗罗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紧接着，一对他们兄妹独有的吊坠也让罗罗的杀人动机逐渐清晰。金丝猴的专属吊坠上沾染了血迹，在大家的问询下，罗罗终于告诉大家他视角下事情的真相。5月初，罗罗和紫道乐在假面舞会上亲眼目睹了 TYP 杀了人。当时我和紫道乐姐姐正好在拍照，然后我发现他们吵得很凶。过了一会儿，居然 TYP 把这个人给杀害了。由于当时那个人戴着面具，罗罗并没有认出他，甚至还在威胁之下跟紫道乐一起帮 TYP 处理了尸体。直到5月末，罗罗发现自己没有收到哥哥打来的生活费，去找哥哥时，发现哥哥5月3号穿着礼服假面去参加了舞会。我心想，那套衣服不就是我那天看到的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吗？难道我亲手把我哥给埋了吗？罗罗怀疑当天被杀害的就是哥哥，于是赶紧刨坑挖尸。尸体上戴着的金丝猴专属吊坠，让罗罗彻底确认了死者就是哥哥的事实。那具尸体上戴着那个手串，就是我哥哥的金丝猴手串。闻的时候心如死灰，我就知道说，原来 TYP 是杀了我的哥哥的。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难过。对，就想去报仇，很想，但是我是怂蛋。你都敢把他埋了，是怂蛋？没有，因为我是在紫道乐的威逼利诱下，我没办法，我现在只能靠这个 TYP 的公司才能够出道，我们都被他给裹挟了。好。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在本期节目中，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如果真凶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一人进行黑化。我的眼睛就是尺啊。你开心？被同化了，开心的帮了 X。咋会这么开心的回来啊？你看他这个表情100%啦！我跟你说，他这表情有什么问题藏不住的。到底是欲盖弥彰的rum情，还是偷偷藏不住的能能，或者本案根本没有 X 呢？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看下去。离开斗脑堂后，好，走吧。2位推探带着大家来到了 TYP 露营区，寻找更多线索。这里就有哎。推证日报。他们在一张推证日报上发现了一则跟阿凯有关的新闻。一个龙套演员表阿衍因为连续过度劳累工作而猝死。表阿衍生前是3推影帝阿凯的忠实粉丝。大家推测这个表阿衍或许跟金丝猴的死有些关联。所以我理解这个表阿衍就是你哥金丝猴。我觉得有可能是表阿衍是我的哥哥，因为我并没有真正的看到那个被 TYP 推倒的人是不是我哥，我只有手串还有那套服装，我能确定
但是像我哥，不是你亲自埋的嘛？有可能是他中间因为换了我太害怕了，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去翻开他的面具。但是你挖的还是同一个地方？对，我挖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我只挖出了手串。哦。紧接着，大家试图打开 TYP 的电脑，却被锁屏密码拦住了脚步。如果1加1等于7的话，1等于3.5。那接二楼就是5.5。那5.5加5.5是11，不对，先坐一会儿。是7896吗？因为 zero 加 1是9，然后1加 zero 应该就把它翻转一下，所以应该是6。然后再把 zero 加1等于9和1加 zero 等于6相加，就是有 zero 加 zero 加1加1等于15，再减去第一个1加1等于7，所以得出 zero 加 zero 等于8。试一下吧。哇哦，跟进来了，真棒啊！真棒，凯凯！不愧是学霸，不愧是阿凯。打开电脑后，大家看到了阿凯粉丝贴吧。表阿眼经常在这里留言，一旦他在网上表达自己有多辛苦。阿凯，我听了你的话，最近拼了命的努力，我现在每天都最少跑10个组以上，又是打戏，又是水戏，又是火戏，可我好像身体越来越疲惫，状态越来越差，连死尸都快演不好了，我快要坚持不下去我的演员梦了，成功真的离我好远。就会被阿凯抨击是他不够努力。不要总想着好累想放弃，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表阿眼在阿凯努力学的灌输下，连续工作直到猝死。一名叫表阿眼的龙套演员因为过度劳累而猝死，但阿凯却说自己对这些事毫不知情。你现实生活中见过他吗？我没有见过呀。那你为什么一直叫他努力？当时自我介绍不是粉丝很多嘛，他给我弄了一个粉丝推吧，对，是在公司在管理，所以这不是你说的话。对，公司在管理，我肯定不会说他不够努力，这多伤人心啊！因为贴吧账号是公司在管理，大家立刻回忆起那张归正日报，在一篇 TYP 的专访里写了他的人生信条：如果你还没有成为 superstar， 一定是你不够努力，所以一直用努力学教育表阿眼的人是 TYP。另外，大家还发现5月31号 TYP 的 QQ 空间 ，TYP 就在自己的 QQ 空间提前预告了自己的校庆日 OOTD， 并且4位嫌疑人都浏览过。哎，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访客吗？我们都访问过了。随后，罗罗告诉大家，自己当时埋尸的地方就在附近的花坛里。我当时埋掉那位不知道是不是我哥的人，就在这下面。大家决定将尸体再挖出来检查一遍。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挖出来看，确认一下吧，因为当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哎，我碰到东西了。哎，有了！哇，面具！ Oh no！ 这是我买的礼服，你买的礼服送给他的？我送给他的。就是这件是吧？你确定？对，衣服是一样的，这个面具也是一样的。他的致命伤是在他的头部。哦，真的有，这边后面有后脑勺有致命伤，血。哦。啊！他把他的脸打开了。所以面具之下这个人是毁容的，感觉被烧掉了你。埋了大概今天是6月4日，1个多月了，应该是尸体正常的腐烂，正常腐烂了，所以也没有办法识别了。看一下他的口袋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特殊的东西。我好像摸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上面有一个使用指南录音笔。安装好电池后，长按播放键开机，开机后先按播。它是没电了吧？这个没电了吧？我们要找个电池换一下那个。走吧，去买个电池。推一小卖部。电池，这电池在这儿。开机了，
然后先按播放键。QQ 邮箱号是3761053@qq.com， 密码是 WOSHIMIMAXIXIXI， 我登上了，不会忘了。发件人阿凯，收件人金丝猴，每月倒数第2天给他打1000块就好，从今天起一切就拜托给你了。可是这很奇怪，这是阿凯发的，阿凯这个阿凯发给金丝猴，所以我觉得阿凯是你哥哥吗？不是，金丝猴是我哥。那你要看发件人。对啊，你看发件人是阿凯，但是那个钱来源是阿凯。他们会不会是身份互换了？难道你是我哥？我确实是金丝猴。你就是我哥？是的，我是你哥哥。我前面不是说了有一个欠条那件事件，对吧？我从02年3月份开始跑龙套，然后那一天我就想找 TYP 娱乐公司的辅导，请他吃个饭，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有台词的角色。然后他呢把我灌得特别醉，等到第2天我发现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签了一张这个欠条。欠条那件事件，让我跟阿凯的人生也因为那一个事件发生一些转变。具体是发生在7月14号那一天，当时是金丝猴爆改成阿凯的模样，就想要替他抢回欠条，帮他去讨回公道。然后那一天呢，正好阴差阳错，我们 TYP 他看上了我，要让我演男主角。如果告诉了他我卸妆后其实就是金丝猴，我怕我失去这一切，因为我不想跑龙套和做那些没有台词的演员了。所以当时我就想着先直接签约，然后签完约以后，我就想着回去跟阿凯说，然后问他能不能帮我。但是没想到阿凯他非常的愿意，但后面就是具体的发生就是大家知道那样，7月14号以后，我跟阿凯就完全互换身份了，我们完全就是每天要爆改。我们跑龙套期间，他教了我很多技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爆改，以假乱真，然后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哦，所以你从那一天起，你就每一天在爆改阿凯。对，后面他就发生意外了，所以我很难过。我当时是看到 TYP 和一个穿着就是这个假面礼服的人在那边推来推去，后来 TYP 把假面礼服推到石头上摔倒了，然后就有了这具尸体。所以那天 TYP 推倒的应该是阿凯。TYP 有勒令我不要声张这件事情，所以TYP 和阿凯是无意间推搡，所以才死的，并不是有意的，误杀了。对，算是误杀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什么事情？注意看一下。走。有人，感觉有人。好像是这边传来的。这边吧。洗衣房。血脚印。Oh my god！ 洗衣房里面有推异怪谈。我不信。你去。所以滚筒里面会有人吗？姐。哦，这亮着光，这亮着光。来，我先牵着你，你别动。哦，那门口有人，门口有人。霸王龙啊，这是个霸王龙哎。没事吧？没事吧？我摔倒了。摔倒没事吧？我怕你们踩到我。大家被意料之外的场面狠狠吓到，但很快就平复了心情。
我们找一下线索吧。洗衣房意见部。我要投诉第2排最右边那台洗衣机，每次我洗完衣服都有脏脚印。说明这后面是个通道嘛？后面还有哦，那台洗衣机的编码好奇怪，我试着破译了一下，没想到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但我不敢去看。编码号01010100。二进制，我会算，有笔吗？有笔吗？有。挨个加1嘛。对，应该是0101，然后00是这个 T， 然后呢01001011，就这个K。0100这个吧 ，D 0100就这个 J T K D G， 来试一下 D K D G。OK， 开了，开门喽！迅速解开了洗衣机的机关密码，来到了一个叫做推克帝国的密室。推克帝国，进去看看。安全的，对，安全的。好多文件啊！大家在文件夹里翻到了一张4人合影。推克帝国创始人，即便其中2个人的脸被抠掉了，但卓成还是一就认出了他们。其实我是认识的。刚进入班级的时候，我有特别要好的3个人，一个是小西，一个是小南，一个是小薇。其中小薇是女生，这2个人一个是小西，一个是小南。然后这个人我不认识啊。所以说这个男的你不认识？我也不记得这个人。哦，不要盯着照片看，小心多出来一个同学。紧接着，汝晴在文件夹里找到了一张推克帝国简介卡，由此得知，推克帝国在2001年10月被4个技术宅创立后，发展出多线业务，包括同名的专属网络加密社区，甚至延展出小杀手、怪谈等板块。是个暗网啊，所以。于是大家登录推克帝国论坛，推克帝国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登一下，在小杀手板块找到了一篇帖子。重金聘手法需要100%成功加脱身。6月3号。下一页。匿名用户555，我可以给你提供手法，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要你帮我，因为同时间同地点，我要1个人死。私信详聊。根据帖子里楼主和匿名555的对话记录，大家认为应该是2个人杀了2个人，所以有2个凶手。我们一起看一下，55和111，一个想杀人，一个想给他提供手法，也存在1个人买凶，另1个人动手杀了2个人的情况。或者是买凶杀人，然后有可能凶手是那1个人杀的，他帮他。这个说我希望另一个人死，那个人就是 TYP。万一那2个人想杀的是恰巧是1个人呢？哎，钢琴，快走！琴声响了，大家赶紧跑去查看，却发现与侦探之前看到的不一样。移下吧。我来。等一下哦，我们看下这能不能开起来，好不好？哦，这什么？这在是播的。定时音响，后面写的定时18点20。现在为什么会响？上次和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上次是这里都在动啊，对，这个定时音响在响。为什么他们进来的时候发现 TYP 死的时候是连着琴键都在动呢？哦，这个键真的可以那样动吗？走吧，去道具仓库看一下吧。
有什么怪谈吗？道具仓库没有怪谈，可以放心的进。哎，演出服装。这个柜子里有踩过的痕迹，应该一开始就躲在柜子里。对，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最开始那个人凶手就躲在柜子里啊。这个是第一案发现场吗？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至少他会在这里被打晕。因为我们推论，他们都是死了之后再运过去的。哦，这是血吗？是吗？哦，有血迹被擦掉了。哦，对，有拖拽的痕迹。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要么装凶手，要么是装过死者。柜子里面没有血迹，是凶手藏在柜子里，子到了到这边来，凶手把他给杀掉，然后把地上的血迹给处理了。因为那个相机3号门拍不到，3号门正好可以进这里。这个监控是有个死角的，3号门拍不到。你可以看那个相机的死角呀。楼道监控在这里，是看不到3号门。哦，对，3号门可以进来，直接进去，然后凶手就躲在那里。对。那他有没有可能凶手也可以直接从这里跑走啊？他可能就是行凶完之后，也可以从这里跑走，进出都很方便，因为这里拍不到有死角。应该还有别的线索。这里，我真的受不了。这里有一本刑体房专用啊，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专用本子。哎，流星雨太好听了。此时，推探发现小任同学走进了小礼堂。小任，他是案发前小礼堂内的唯一目击者，大家赶紧跟进小礼堂，找小任问询。你从谁手上接过这个箱子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这些箱子里面都是我搬运过来的嘛，然后这个箱子本来也是我装的，但是有一个箱子特别沉，然后那个人还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这里面全是着你们演出需要用的道具。谁？谁给你？我想一下，阿凯还是我？你看这2个人像不像？这2个人，阿凯跟明浩。哎呀。哎，我有点脸盲，我真的。还有什么辨识度比较明显的？我好像真的不太记得了，当时。脸盲的小人只记得一个给他柜子的人，明知道中了还说没关系，却不记得到底是谁。在小人那里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大家只能先去解开刑体房的密码。来解下密码，这个。密码与乐曲简谱相关。流星雨，这是拍子吧？哒。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推出这个红色被它圈起来了，然后把红色相应的东西输进去。我来弹一下。最后，在明浩的弹奏下，大家找到了密码，打开了刑体房。上。SHANG。哦。监控视频。看一下监控视频。 6月3日，谁？哦，这个是道乐，他去了道具房，那 GYP 来了，静直也去了道具房，他俩约好在那里见面。
第一个是阿凯，对，2点黄凯来了。阿凯推着他出来了。哎，你没有看到？我没看到。新的监控视频给大家带来了新思路，大家猜测也许是 TYP 杀害了子道乐，把他藏进了柜子里，然后又躲在帮凶的画架后逃离。 TYP 杀了子道乐，把子道乐放在箱子里，然后藏在柜子里，然后藏在了柜子里。先看吧，我看。2点半，罗罗来了。2点35，轻松的推着画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杀人的话，他依然还躲在里面，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路过。对。不是，但如果有人经过，监控会看得到，肯定会经过这儿嘛。对啊，因为不可能说他这样偷偷匍匐着跑。这个玻璃是空的。3点，卓成出来。卓成和明浩因为看起来推得更吃力，成为了大家的重点怀疑对象。你是不是协助 TYP 逃跑？所以有可能他们后面协助，后面可能挂着个人。3点35，他推了非常沉重的道具柜。不是沉重是怎么看？你对比阿凯，可能阿凯力气大，可能他力气大的，我虚。哦，那就应该是明浩推的重的箱子，有尸体的箱子过去的。一定是的。我不知道，一定是的。你自己看，你过来看，你推的用不用力？对，你的箱子就是比别人重。但是有可能因为道具库一开始有2个柜子，可能他在其中给我们2个可能是随机放的。对啊，随机推的。不是，你俩是交过去交给小任的，你们是直接交给他的。所以就是我那个箱子可能重一些嘛，也重一些。对，戴志远刚刚为什么否认呢？不是因为我没推过别的道具箱啊。就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讨论时，小人拎着一个铁桶再次出现。哎，小任来了。学校明令禁止明火，你们为什么在无可奈何边上玩火？没有呀。什么？这是你们谁干的？还好我反应快，我拿1盆水给他浇灭了。脸盲小人愤怒离场。虽然之前没有认出推柜子异常的人是谁，但小人灭火的这盆水却给大家帮了大忙。很明显，桶里装的是凶手原本要烧毁的东西，但现在没有烧完。大家把桶里的线索挨个检查后，发现桶里装着杀害子道乐的凶器，存放在道具仓库的锥子，这个是不是杀人的凶器啊？以及杀害 TYP 的毒药香水有毒，贪多了是致命的诱惑，慎用，毒发致死后嘴唇会立刻发黑。与毒药配套的还有凶手自己用来佩戴的防毒口罩，另外有一张约见 TYP 的小纸条，内容是约 TYP 11点30分在琴房见面，有大事要找他单聊。11点30，谁找他呀？最后还有一件 TYP 同款礼服礼帽。凶手在焚烧证物，但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假扮 TYP。对，因为有2套衣服嘛。因为有人假冒 TYP 进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TYP 不是真正的 TYP， 是凶手。1点10分的那可能就是假扮的。对。应该是 TYP 在11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对，因为一直没有人去过琴房。是的。直到我们听到琴房的凶手。凶手给 TYP 说11点半琴房见，有大事我要找你单聊。这个时候就已经把 TYP 解决了。对。所以他不存在搬运这件事儿。哦，那凶手就假冒了 TYP， 穿着他的衣服，就1点10分就走进来道具房。对。把那个子道乐干了。对。你们看到那个直播的画面，有一晃一下 TYP 进去了。直播是12点到12点半。
通知一下，校长希望在6月3日校庆时，我们公司艺人做一个宣传学校的专场直播。我答应他了。阿凯、罗罗、卓成，你们3个到学校前屏做直播，时间是12点到12点半。在一个 QQ 里，对，是这个群这里。下一页，宝贝。哎，对，就这个。哥哥姐姐们，我给刚进直播间的大家再介绍一遍自己，我是罗罗。同时也是推正艺术学院大2在读生。我们推正艺术学院可以说是 TYP 从那边走出来，从琴房那个地方走出来。这几点？没有时间的。不是他直播时间。我直播时间是12点到12点半之间。12点到12点半之间，我们3个在直播的时候，我瞟眼看到了，我们的老板 TYP 走进了我们这栋楼里面。那我可以理解 TYP。11点半到达了琴房，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直播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假的 TYP。他可以穿 TYP 的衣服冒充他。是的，因为他跟死者 TYP 的那个服装尺码是一模一样，都是175。对啊。可是谁会易容呢？我们跑龙套期间，他教了我很多技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爆改。阿凯会易容啊，他会爆改。那我们阿凯会易容。不是，这关键那个也不要看正脸呀。但我刚想说，我们也看不到正脸。不，那个时候阿凯、我、罗罗，我们3个是在直播，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出现了 TYP 这个人，相当于是我们3个在场，又多出来一个人，而且这个 TYP 大概率是假的，那谁不在场呢？首先，我跟能能都在对音乐剧的台词。你俩是侦探。反正排除下嫌疑，排除下。我要讲的嘛。就是12点到12点半的时候，我们3个人肯定是一起在直播的。对，你们就排除了嘛。那谁不在场呢？只有明浩呀。哇，你要不自爆了吧？我就是10点到11点去咱们排练嘛，然后排练完之后我去吃饭了，去那个推好吃酒楼，但是因为要排太久的队，我就排了好久，结果13点15点半才吃完饭回来。到推箱子的时候才回来。对，就是我刚回来就直接去推箱子了。翻译现在，我觉得你现在嫌疑最大，因为这2个人已经都3个人都在直播，然后我们2个在排练。这么高？我在外面吃饭。那他不承认基础上，那只能是12点的 TYP 还是新的了。你在帮明浩吗？怎么可能？是帮我也，不是帮我也不代表他是坏人啊。你们俩，他就是他被策反了，还假装了 TYP。所以你要藏到什么时候？嫌疑最大。而且他在11点到12点钟没有那个不在场证明，插出去。哎呦，是我杀的吗？一番争论过后，卓成笃定直播中的 TYP 一定是唯一缺席的明浩假扮的，成功说服大家怀疑明浩。只能是明浩。他已经露出来了呀。那就是你们推出我的嫌疑之后，就没有人想问我2句话了吗？问你拦不住了。明浩承认了自己是假扮 TYP 的凶手。我其实想让他们2个都死嘛，因为他们一个想让我身败名裂，一个想让我巨额的赔偿，所以我就把他们2个杀掉了，并自述了自己的筹备以及作案过程。我想让他们2个死掉，然后我就在那个暗网上。所以你是匿名用户111。对，我是那个楼主。重金聘手法需要100%成功加脱身。6月3号。然后我就从匿名用户55那儿学到了那个杀人的技巧。55和111，一个想杀人，一个想给他提供手法。因为那个楼里的监控是12点开的嘛。所以12点前，我就先准备了一套跟 TYP 一样的衣服，我就把他约到琴房里，然后把他给喷死了。
然后喷死完以后呢，我就把他的衣服给换掉，就从你们身后走过了。走过了以后，发消息给了那个直到乐，把他约到这儿，然后又在那个地方把他给杀了。我其实可以藏在那前2个画和那个1个车的任意一个里面出来嘛。然后我利用那个监控死角从3号门出去，换上我自己的衣服，然后从2号门进来，我再把子刀乐给运到那边去。那所以匿名用户555是帮凶吗？就还隐藏在我们中间。开始推理吧。推理吧。帮凶，我觉得比较像是阿凯因为阿凯的话，你懂易容术。但我们所有监控里面都是 TYP 的背影，根本不用正脸。但是555是谁？这还是一个存疑的点。是的。但是网友的角度是不知道他想杀2个人的。对他只知道我想杀人，只是恰好他想杀的人包含在我那2个人中间。我觉得另外一个网友555嘛，应该就是罗罗，他想杀的是那个子道乐，对，然后他俩达成一定的交易了。哪怕是2个人想杀不同的人，也有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方法，也许他说我给你提供方法，你再帮我杀1个人，所以就是他1个人杀的。而且他把老板杀死之后，他的合约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杀死子道乐呢？因为他给他提供了方法，所以他要他达成他的交易，你帮我杀掉他。所以555是你吗，罗罗？555并不是我，不是我。我觉得你是没有作案的这个实际能力，你可能只能通过方法。我是很想杀 TYP， 但是你们也看得到，就是我那个时间我都在直播。我觉得罗罗杀的动机非常明显。首先，第一，他是有自己的 gay 们的一个回忆相册，他把兄妹情跟男女之情混为一谈了。那没有了，你们只是我哥的平替而已，垃圾。反正是，对吧？男女之情跟兄妹之情，它有混淆感，其实精神其实有点错乱的。第二点就是，他发给明浩1个心对话框，对吧？那是因为我随便回的一个。他故意诱导明浩去杀人。哦，情感，因为他还爱着他。Yes。那我对你是什么？我可是急忙忙的跟他分手，就为了跟你在一起。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不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看到你跟明浩分手了，我去主动追求你才答应。我是因为我是你的调剂品 ，OK？ 记这3个字记很牢吗你？对吧？好，这一趴好好看。这一趴好好看。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个布局者，你想他开了上帝视角，他先让他对他们的感情好像产生了一种可能复合的心理，然后他就跟他说，哎，我想单飞了，然后他让子道乐生气，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借刀杀人嘛，在我看来，动机跟嫌疑是最大的。你们如果真的觉得我是的话，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有香水的这个东西？而且我这么恨他了，我肯定要自己手刃他，对吧？我还要找另外一个人去杀他，是为什么？哎，但是你之前还说你因为怂，所以对我刚刚说这点，他其实因为怂不敢报这个仇，纵使他知道了那个仇人是谁，他也没有胆量去做。提供方法，然后让他帮你做一做。你们再盘一盘阿凯，再盘一盘阿凯。阿凯清澈的眼神只想睡觉了，想睡觉，想下班。他们2个就共同想杀子道乐跟那个 TYP 嘛。他比较恨 TYP 比较多一些吧，因为他是看到了。谁啊？你啊，你是看到了那个视频啊，那个照片后面还写着血债血还呢。
但是你要知道 TYP 是他老板，不是老板不重要，我是影帝，我有钱有名，何必？是 TYP 选中了你，他是你的恩人。没关系，我现在已经是影帝了，把他送进去，我还是影帝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凶手是明浩。因为阿凯刚刚前面的陈述，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洗清他的嫌疑了。我目前可能我会把票先投给你和他。我觉得凶手是明浩，然后那个帮凶55是罗罗。阿凯在他转换身份之后，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杀心去做这件事情了，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不用跑龙套，或者说得到大家的关注，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所以说他没有必要再去做其他杀人的事情。然后呢，我是明确知道我自己不是，所以说这肯定是。我觉得凶手是明浩，帮凶是卓成。我觉得卓成是非常想在6月3号杀人的，因为6月3号，子刀乐威胁他要在那天公布他的别的事情。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要让叶成明的你身败名裂，就在校庆那天。然后其次是我老觉得这个凶器，因为子刀乐是这里胸前被这个利器所伤。然后他被子刀乐诬陷杀人的时候，手里也拿了一把东西，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报复的心理，他就用了同样的凶器去杀人。我先说一下，我一开始不是跑龙套吗？后面我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让阿凯跟我换身份，其实我是有点自私的人的。就是我想要更多的是我想要有名有钱，然后我最终得到了，我不可能再为了真正的阿凯我去杀一个人。然后55的话，我觉得我感觉是卓成。我是没见过55的，我只从他那儿学了一些技巧。其实你也不知道55是谁是吗？对，所以我可能会根据大家的推理来猜一下55是谁。投票吧，本案投票规则：本次案件出现2位死者，真凶可能是1个或2个。玩家投票时需要分别投出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谁，以及杀死 TYP 的凶手是谁。每位玩家的2次投票视为1组票型。游戏胜利条件：本案真凶无论1个还是2个，将根据票型一起判定胜利或失败。如果真凶的票型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与 X 获胜；反之，票型正确的玩家获胜。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明浩，我投明浩。明浩首先在假扮了 TYP 的情况下，跟子道乐进了道具房，然后用那个锥子把子道乐杀死了，然后放在其中一个道具柜里面，他就藏匿在柜子里面，等待别人把他运出来。完毕。杀死 TYP 的人也是明浩，我投了明浩，因为明浩假扮了 TYP， 11点半的时候在琴房约了真的 TYP， 然后香水喷死了 TYP， 然后从那边那个门跑掉了。杀子道乐的是明浩，因为很明显了，他就是凶手，而且作案动机也很大。杀 TYP 的人是卓成，因为他有很大的嫌疑帮明浩。我今天的投票呢是在这里把票投给了明浩，我觉得明浩杀死了子道乐。
这一票呢，我还是投给了明浩，但是明浩的帮凶是阿凯，我觉得是明浩杀死了 TYP。我觉得杀死紫道乐的凶手是。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奇怪啊。杀死紫道乐的是这种方法是能够增加我们的胜率的。接下来公布各位玩家投票结果。今天的票型有3种。第一种票型是2位被害人都是明浩杀的。第二种票型是明浩杀的是 TYP， 卓成杀的紫道乐。第三种票型是明浩杀的紫道乐，卓成杀的 TYP。今天票数最高的票型是明浩双杀。谢谢大家。我投明浩，杀死 TYP 的人也是明浩。这里把票投给了明浩，这一票呢，我还是投给了明浩。凶手是明浩，明浩。杀 TYP 的人是卓成，杀紫道乐的是明浩。我投是卓成杀了 TYP， 杀死紫道乐的是我自己。就是根据规则，在平票的时候，我们是会输嘛，所以我们就想，猜一个其他的人可能会投出来的票型，然后我们帮忙把那个票型顶上去，那我们就赢了。我宣布，本次案件所凶失败。真凶手就是杀死紫道乐的凶手是明浩，杀死 TYP 的凶手是阿凯。耶！我是个坏人，没想到吧？我其实想让他们2个都死嘛，因为他们一个想让我身败名裂，一个想让我巨额的赔偿，所以我就把他们2个杀掉了。2个人想杀不同的人，也有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方法，也许他说我给你提供方法，你再帮我杀一个人，所以就杀一个人杀的。而且他把老板杀死之后，他的合约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杀死紫道乐呢？因为他给他提供了方法，所以他要他达成他的交易，你帮我杀掉他。你们再盘一盘阿凯。但是你要知道 TYP 杀老板，不是老板不这样，我是影帝，我有钱有名，何必？本案是否存在 X 呢？本案没有 X。哦，被怀疑半天。怎么了？就是我们的点其实在于，因为我记忆里知道我是杀了人，而且留下很多破绽，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知道我杀人了。那既然大家知道我杀人了，我就全揽过来，就说都是我杀的。直播是在那个群里通知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摄像头对着那个假 TYP 出现的地方。然后其实所以那次出现是为了给阿凯洗清嫌疑的。
因为他跟假的 TYP 出现在一块儿，说明他没有杀那个假的 TYP。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如何把这个给圆过去，就干脆穿着一身就恰好路过，就是这样的。哎呦，这么细！现在公布本案遗漏的关键性线索。本案的关键性线索就由阿凯公布吧。蓝色衬衫是我的，你们没发现？其实你刚刚也说到，它的香味很重要，但没有揪着那个衬衫去分析是谁的。哦。那个衬衫是在我们之前我跟阿凯合照的时候穿过的衬衣。因为我觉得香水上面有味道，说明味道是个线索，味道指向了那个衬衣，后来那个衬衣线索丢了。明浩兵行险招，认下凶手身份后，把杀死另一名死者的罪责也揽下，替阿凯开脱，以小博大，成功误导其他人。最后在投票环节，两人金蝉脱壳，是一种深思熟虑、很激进的玩法。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咋又回来了？不得了了！我刚刚在宿舍楼天井看见爱唱歌跳楼自杀了。爱唱歌？学校现在已经把他送去推镇医院急救了。那我们现在是要出去看一下他吗？不行，那里太危险了。啊？那都不要去。好。吓死了！爱唱歌居然跳楼了。救我啊！这什么？赵乐，不要随便开柜子，小心柜子里有带血的人。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本期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危险的阴霾还是笼罩在推镇艺术学院的上空。如果你看到这段文字，代表你已经慢慢变异成校园怪谈中的怪物。绿是 green， 然后是 green 的第二个字母。善良。Run now， 现在跑。保险买没有啊？保险。那么高啊！我帮你看。你们不要杀我吗？我感觉我这下面有什么东西。这么多？要。是我。感觉这个是一般的糖啊。你一直在保他好不好？他没办法确定，你俩都有可能。我觉得你一直在针对我。我也觉得太明显了。这个是铁 X 作证了，坐实了。他退1万步，我为什么要帮他杀人呢？你才像 X 哎！